大家好，我是 Ason 啊 ，Hit and Run，Hit and Run， 中文應該是打帶跑或者是放風箏的。對，那今天呢，我們就會來看一場 Hit and Run 的一場比賽。那因為眾所周知 ，Hit and Run 是這個遊戲一個很難解決的一個平衡問題，對，或者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問題吧。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你玩這個遊戲究竟有沒有被 hit and run 的玩家記錄過，或者是羞辱過之類的？那我相信有99%的玩家都會有這個經驗。對，那這次就會來跟大家分析一下，究竟 hit and run 這個打法為什麼會存在，或者是為什麼出現？那而且在之後未來那個 Hit and Run 到底會怎樣？對，那今天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高排名 Hit and Run 玩家打了這一場比賽。對，那不知道昨天那個直播大家覺得怎樣？那我是在錄的時候我是還沒直播那所以的話我就分享不了更多。那希望大家喜歡。對，那其實Hit and Run 在這個版本其實就很吃英雄，就不是每一隻英雄都可以 hit and run。那以這個比賽為例，就 hit and run 其實很明顯是這個阿澤爾是這個 hit and run 的領頭羊就基本上10個有9個的玩家都會用那個阿澤爾來進行那個 hit and run 的競技場打法。那其實為什麼？是因為很明顯是因為阿澤爾的那個綠色能量球，他打中之後所給予的那個獎勵實在是太豐富、太厲害了。什麼獎勵？就是只要他用那個綠色能量球抓了人之後，他就可以直接給敵人很多很多的 combo。就像我以前所說，阿澤爾就是超雄跟我的那個黑毛加在一起就等於阿澤，因為我超雄抓完之後用數字1換黑毛是可以接嘛。那阿澤其實他就是一隻英雄就頂我2隻英雄，所以說阿澤為什麼那麼強勢？但是打這個對手就是用個 hit and run 的打法。那我記得這個素來打的時候好像是2個多月前嘛，然後我記得我遇到這個玩家連續遇到他6次，對，連續是連續遇到他6次，然後連續3次都是這個西部川落，就是這個地圖。那其實根據我這次的這個標題，大家應該猜想到，跟這個 Hit and Run 玩家最匹配的地圖是什麼？那就很明顯了，是這個又大又空曠的地圖，就是例如說這個就是又大又空曠的地圖。那其實在這個版本還是可以打的，用這個 hit and run 的打法。那但是只要到這個遊戲更新之後，就是機場更新之後那個版本的話，因為這些大的地圖大而無用的那個地圖就會根據這個機場的更新而拿掉或者是移除。哎呦，這邊不錯，那個披風把他那個 SD 打掉了。那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好運的那個用法，那而且都很吃時機。那這邊抓到，那直接把它連黑毛 combo。那其實我這邊的話，我記得還有三焦，其實還是能打。那這邊把它抓住之後，那嘗試一下把它打下去。對，那我們都嘗試用一下那個盔甲把對面抓住。哎呦，可惜，哎，這邊我失手了。那可以那我被他打下去之後，我應該死了。OK， 還有1滴血。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哎呦，這邊其實它的那個攻架也是不錯，但是到遊戲後期的時候，他就會開始用這個阿澤不停的在那個地圖裡面跑來跑去，是因為這個地圖很大，而且我的超雄其實追逐能力沒有阿澤的逃跑能力那麼高，所以說他打的有點辛苦。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這邊的話小一點他是很喜歡用那個遠程武器來反 spawn cam。那這個做法是不錯的。那因為大家也知道，遠程武器是超雄的克星，基本上超雄要跳起來才可以去追逐敵人。然後遠程武器的那個設計是很明顯是康塔那個超雄的很大的一個最好用的英雄对，那所以的话，你會看到魔彈跟那個 Star Attack， 甚至是教父會在我的機台裡面經常出現。对，那這邊被他打下去。那我們的頭盔差一點，那我們就別那麼激進因為上一回合他其實也蠻
擅長利用這個加成來進行那個技能反擊啊，因為大家也知道，就算你有加成了，其實很多玩家都會因為習慣不了那麼快的一個加成，而導致你的技能是沒有在那個加成狀態下提早開啟，所以的話，其實他是蠻善用這個加成的，那是一個不錯的那個技術，這個是 OK， 這邊不錯，那再抓到我，那這邊的話可以，但應該是還沒死，那我們的血量還有。那這邊抓到直接丟下去了，因為我們的技能剛才讓它消掉。OK， 那這邊的可惜那個重力抓不到它。哎呦，這個就一個預判他開這個魔彈 SD 這個時機，那用那個棒球 SD 直接擋掉，那個不錯啊。就短 CD 技能換長 CD 技能是這個遊戲得到優勢的一個很大的做法。哎呦，可惜。那我們的頭盔快好了，那我們準備開。也可以。那這邊都開到。哎呀，可惜啊，他那個德魯伊披風那個印子直接把我打下去。那不錯不錯，那來到這個第4回合，那大家可以發現他阿哲其實就不停的等我過去。那為什麼我要一直傻傻過去？那其實是因為這是我的戰鬥風格，而且我在錄影嘛，那就沒理由站在後面那一邊等他過來，然後兩邊如果他不過來，我就站在那邊，然後。我不過去的話，他也站在那邊，那就整個比賽就很無聊。所以的話，我基本上我是會當做這個衝鋒陷陣那個角色來衝過去打敵人的。但是這個比賽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在遊戲後期我是沒有遵從剛才我說的那個說法。對，所以的話，這個比賽是一個比較對我來說一個特別點的那個這場比賽，就是我很少會這樣做。那我們就既然階段了，那我們就看他用什麼技能。然後 OK， 他沒有直接跳走，那我們也是追過去。那我們追過去的同時要避開他那個是綠色的那球啊。OK， 繼續追。那這邊的話可以啊。那他就很明顯就綠色的那個球續好才進行那個攻擊，然後我就不得衝過去。那是抓了之後就直接用這個把我抓過來，然後繼續他的那個阿澤 combo。那這邊我繼續過去啊，就一邊，他就一邊撤退，我就一邊衝過去。那可能有人會覺得我這個打法就有點笨，但其實就是為了這個我的那個 playstyle 跟這個錄影的效果為主啊。OK， 這邊的話他很囂張的打了一個字，仿佛在暗諷我不停衝過去，然後抓了他。那這邊的我血量已經歸零了，那我就在這裡開始我就很累，真的很累，我直接站在那邊，因為我已經跟他打了六場了，然後他。基本上有3場都這樣，不停地跑，然後我記得這個比賽打的時間已經是凌晨3點了，在這一場完結的時候，所以的話，我當時已經非常累，已經是完全不想再追他，那我就直接站在那邊等他過來好了。那但是他這邊的話，很明顯就開始進攻了，有一點進攻的姿態。那到我撤退了，因為我的血量已經不允許我繼續。用一直的那個進攻打法來跟他打，那就到我了。到我站在另一邊等他過來了。我這邊的，哦呦，披風擋掉 SD 也是一個非常之難抓時機的一個防禦技巧啊。OK， 這邊呢，我繼續站在那邊，我不衝過去了，我等他那個阿澤衝過來。OK， 等一下。OK， 他衝過來了。那這邊的話可以啊，他自己也摔了下去，那不錯。那我們等他衝過來，那 DT 了，那我們就看 DT 的我會怎麼做。我做不了，